深水的吉恩·芒斯特应该是华尔街少数真正弄懂了特斯拉的分析师之一。Melissa 在展望部分有一点特别让我印象深刻，那就是特斯拉的资金状况非常充足，流动性非常强。他们现在手头有410亿美元现金，环比上个季度增加了40亿。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话题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上：特斯拉的投资逻辑完全取决于未来的发展，而要让那个未来真正实现，就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支撑。相比之下，通用、GM 和福特 Ford 各自手上只有大约230亿美元现金，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重要信号。特斯拉现在有足够的弹药去推动未来，当然也有几个小的负面点我注意到了。一个是关于 FSD 全自动驾驶行驶里程，他们没有公布确切数字，只给了一张图表。从图上推算，大约能看出这样的趋势：9月新增行驶里程约11亿英里 ，1.1 billion； 6月也是11亿英里，而3月是7亿英里 ，0.7 billion。如果 FSD 正处于加速拐点，那这个增长速度应该会更快才对。还有一点，我认为有90%的可能，他们提到的更实惠的车型其实已经在售，就是 Model Y 和 Model 3。从财报材料中的措辞可以推测这一点。当然，具体细节要等电话会议上进一步确认。总体来说 ，Melissa 最大的结论是，特斯拉这家公司依然是一场信念之战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你信不信这个未来？你不认为股票会在现在的位置徘徊？今年剩下的时间，对吗？他们现在确实有足够的现金，能把这个未来继续推进下去。当然，事情也没那么简单，现在还是要等待那些关键拐点的出现。投资特斯拉的一大特点就是，整个市场早就被马斯克的延迟节奏训练过了，大家已经习惯了。他常常说年底实现 FSD， 结果可能又推迟。比如他说，今年底将在部分地区上线 FSD， 这件事很可能还是赶不上。但另一方面，如果年底前真的出现突破，比如 Robotaxi 从几个城市扩展到再新增10个城市，那就足以成为股价的关键催化剂。所以问题其实很简单，你是否相信特斯拉在实体 AI、Physical AI 领域占据领先位置？如果答案是信，那就该持有它，因为这些关键时刻何时出现，没人能精准预测，你只能提前站在那个位置上。你不关心毛利率，你关心他们有弹药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什么？这辆股票今天值多少钱？我知道这不公平。再一次，一个 D、C、F 绝对不是我认为你想把它联系起来的东西。我很感激你的优势以及原因。我不想太可爱，但是，如果有人今天看的股票说它值多少钱，你能给他一个数字吗？从估值角度看，特斯拉目前的市销率 Revenue Multiple 大约是13倍，而苹果大概是9倍，所以它比苹果的估值水平高出一个量级。传统估值模型看，特斯拉现在确实是高估的，但如果你相信它会迎来一次大的突破，相信它的自动驾驶领先地位，今天 GM 的消息也在侧面印证了这一点。那它未来几年可能会保持30%到40%的高速增长。所以结论其实很简单，特斯拉的股票过去几年已经进入未知领域，现在依然如此。从历史或同行比较的角度，它没有估值参照。但如果你从技术变革的时代去理解它所处的就是那个关键时刻，他在这一次财报后的解读重点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特斯拉手上有足够的钱能够把未来变成现实。特斯拉现金储备是410亿美元啊，你不用管它是怎么来的，比上个季度又多了40亿美元。有人说是卖了比特币啊，这也很好。对比一下 GM、通用和福特各自才230亿左右，特斯拉是他们的2倍。他称这是一种 well funded 资金充裕的状态，能够支撑特斯拉的长期的愿景啊，自动驾驶、机器人、AI 的工厂、储能的网络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一家苟着活下去的资金，这是一家准备干一场大事的现金。我们之前经常说啊，特斯拉要苟一下苟下去啊，现在已经不需要苟下去了，现在有410亿美元的现金在手上。你也可以理解为吉恩·芒斯特是在讲为什么现金储备比毛利率更重要啊，因为建造 AI 需要的是资本的密度，大规模的 GPU 集群，然后全球的 Robotaxi 的网络，工业级的人形机器人，全球的储能系统，这些东西烧钱高到离谱。但是特斯拉现在不仅不再烧钱，而且反而在生成现金。大家发现没有，他搞了好多的那些 AI
投入了好多钱去研究自动驾驶，但是他没有烧钱，他现金越来越多，这意味着他的未来的计划是靠主营业务自己供血，而不是靠发债、靠融资、靠画饼。那些 Fig01、Fig03 什么宇树科技，哪一个不想上市融资，哪一个不想做 PPT 来融到大家的钱？特斯拉不需要，特斯拉就是靠自己的现金自己供血，它是一家超级大的一个初创公司，但是它是一家超级大的能够自我供血的初创公司。这个公司由马斯克领导啊，这句话非常关键，它意味着特斯拉已经进入到一个自供型的创新循环，只有极少数的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啊。传统车企看似规模大，但没有资金余力啊，再去投入到这些前沿的方向。你找一家传统的车企或者新兴的车企，任何一家找过来啊，有特斯拉这么大的一个资金余力去投入这些前沿方向的。而特斯拉呢，已经进入到这样一种滚雪球式的正反馈的一个阶段。吉恩·马斯克的态度非常务实，他很坦白，就是按传统的估值来看，特斯拉的确非常贵，但问题在于传统的指标没法去描述一次用 AI 去打开物理世界这个钥匙，这个大门的钥匙的这个机会，特斯拉就是这个机会。特斯拉现在的营收倍数是13倍，而这个苹果呢是9倍，从纯数字来看，它非常贵啊。也不是特别贵吧，13倍和9倍也不是特别贵，我个人认为啊。但是如果 FSD 和 Optimus 能够在未来几年突破，那么就可能连续的带来30%到40%的一个增长。所以呢，这其实不是贵不贵的问题，而是你信不信特斯拉能够带来连续30%到40%的增长。而这个其实是马斯克薪酬方案里面要求他达到的一个 EBTI 啊，就是那个税前净利润、税前利润的这个增长幅度就是40%多啊，所以这其实不是贵不贵的问题，而是信不信的问题。你要相信的话，这就不贵。吉恩·芒斯特还说了一句话，这是一场吉恩·芒斯特还说了一句话 ，This is a story about whether you believe。这家公司仍然是一场关于信念的故事啊。这场财报没有带来惊喜，但带来了底气啊，410亿美元。现金啊，不是财务数字，而是一种战略姿态。这个现金就垫在特斯拉这个要往上升空的这个底下啊，用这个410亿美元烧，然后把这个火箭烧上升空。当所有人还在纠结这个毛利的时候呢，特斯拉已经在用自由的现金流去买未来10年的一个主动权。传统的估值看不懂特斯拉，是因为它压根不是在卖车，它是在卖智能，好吧？它是在卖人、卖智能。卖人的智能啊，不是卖人。他在用车去训练一个能理解世界的智能系统啊。卖出去的这些车，它本身这些车也在训练这个系统，而卖车的这个钱呢，它也在用来买芯片啊，在买芯片，在建这些算力中心，再进行训练，制造这个智能，再训练一个能够理解世界的一个智能系统。